大家好，我是怡媛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下365的那一场 KVK。那很多人看了那一场 KVK 之后都表示非常失望，为什么365会打成这样？因为365算是国际服最强的王国之一，但是出来的表现不尽如意。那有人说他们会输的原因主要是外交，其实坦白说外交是他们自己决定的，而且这样子分配也算是比较合理。在之前我就有说过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样子的分配方式，除了数据之外，还有其他王国都表示说为什么这样子分配会比较合理，包括365他自己也是有跳出来说为什么要这样子选择盟友，所以外交方面真的不能抱怨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。第二个原因，有很多人都说是因为365他们没有充足的兵力跟加速资源，因为他们上一次 KVK 就是打完1093之后就马上报名了，他们为了要避开1093而选择直接报名，才会看到为什么他们特意选择英雄战歌。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，因为他们在关卡4的时候严格来讲1天之后就直接结束了，他们直接是放旗帜在那边烧。反而2489跟846他们打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几乎差不多接近1个星期左右了。那个时候365确实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去储存更多的资源、加速还有养兵，所以在关卡4的时候他们是1天就结束了，这个我也不感到意外。我感到比较意外是黄庭，在打黄庭的时候基本上他们算是1天就已经撤退了，大多数的旗帜全部都在放烧。像他们在前期都没有什么打仗，都在养兵、储存加速资源，直到后来打关卡7跟黄庭才打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，就直接输掉了 KVK。那假设365的想法是真的未来要避开960，为了避开1093而选择报名这一次的地图，讲真的这一次地图也没有多好，还是一样输给其他的王国，重点是输得很难看的那一种。并且我老实说，这一次他们的盟友2489表现是真的比365自己还要更好，明明都有2489在帮他们挡着846，不让他们前进去攻打365了，结果365不给力，挡着一个水阵营都没有办法挡着。第三个理由是对方的人口差距太多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数据，那也确实水阵营的战力是比365还要更高的，但重点是365的击杀也是比水阵营还要更高啊。而且真的要拿战力跟击杀作为借口的话，其实2489更多话要说。那你们可以看到2489他们只有2个主力联盟，846有3个，而且846的战力甚至是击杀都是比2489多的，但是2489都有本事压着846。重点是你们要知道846的玩家是北美玩家加韩国玩家，也就是说2个时间段都有人的，而2489他们只有越南跟韩国玩家居多，全部都是亚洲时区，等于说在凌晨时间2489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出来帮忙打架的。但是至少在第2天2489还是有成功进攻到把846的旗帜拆掉。然而在365那里，他们除了有韩国联盟之外还有北美联盟，2个时区都是有人的情况下，他们居然放烧旗帜。所以我坦白说，这一次365是真的不能甩锅给盟友了，2489已经尽力了，他们已经做到很好了。当然我也知道水阵营的人是真的很多，365要进攻也没有这么容易，但是至少365他们要做到就是防御着那一条线，不要让自己损失太多的旗帜，可以先让2489处理掉846之后，再过来帮忙365打水阵营。并且我坦白说，其实365的数据在这张地图里面是排行第2的，2489是排行第3的。然而在第2天的时候，我甚至看到2489已经派部队过去帮忙365了，但是365也是没有多少部队出来，没有出来帮忙打架，没有出来拆旗帜，没有出来开集结。那我相信也是有一些观众会怀疑说，议员你之前跟365打过，你们也是很讨厌365，那你肯定讲365不好的东西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去看到这一次365表现怎么样，我特意去做了数据。但是我在做数据的时候发现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。我们先看联盟击杀的前后对比， Before 是关卡4之前， After 就是我今天才做的。这一次 KVK 击杀提升最多的就是2489，反而水阵营跟846提升就没有这么多。但重点是你们可以发现到365的击杀是负数的，也就等于说其实有很多玩家都已经移民了。那是不是表示说365即将要灭国了呢？难道这个王国要消失了吗？最强韩国王国难道就要解散了吗？而且各位要注意，他们是已经消失了1923亿的击杀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相信有不少的观众都会觉得说，议员你是不是做错数据啊？你是不是做错记录，还是你做假数据？那我就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之前直播截图的画面，这个是我在关卡4之前拍到的。
不过之前我只是拍到这2页而已啊 ，T79 的数据我是没有拍到，所以我只能跟着他们提供的数据写上去而已。然后这2个截图是今天我所截图到的画面，确实365的击杀是真的降低了这么多。事实上，在 KVK 之后呢，就算你击杀是真的很少也好，也不可能是负数的。这个星期也没有什么 IG 之战之类的，所以照理来说，他们应该不会换去其他的联盟才对。我把这个消失的击杀换去玩家的话，如果是平均一个玩家可以有61击杀，相当于已经消失了大概30个玩家左右。而且我这里的计算只是计算负数而已，他打这一场 KVK 不可能没有提升击杀的。但是这一次365击杀提升了多少，我没有办法计算，这个要等到 KVK 结束之后出那个列表才可以知道。也就等于说，其实他们移民走的玩家甚至比我想象中的可能还要更多。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是我自己推测错啊，或许真的有一些玩家他们只是换到另外一个联盟去而已。接下来是联盟战力，他们的战力也是掉最多的。不过对比了2489的数据，确实他们是耗损最少的兵力换到最多的击杀，他们表现确实是不错。至于365，毕竟我们也看到他们黄庭其实也没有打多久，照理来说兵力耗损不应该这么多才对，甚至他这个耗损是真的特别夸张啊，所以我才会怀疑是不是有玩家已经移民走了。但尽管就算是移民走了，他们依然还是有3个百亿联盟。所以说365要灭国，我觉得暂时还不会灭国了，他们依然还是会招募一些新的玩家进来。但是他们这一次表现这么糟糕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招募到更多的玩家进来了。至于这一场 KVK 需不需要解说呢？其实我个人觉得不需要解说，他们黄庭就打1天，给他最多算2天时间，那就已经结束了。关卡是365打半天就没了，2489跟846他们坚持了差不多1个星期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关卡器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讲。我也有看到不少观众说365之前会赢 KVK 都是因为优势外交。其实严格来讲，这一次365也算是优势外交了吧？你也不可能叫365跟水阵营合作，这2个合作的话还需要打吗？846跟2489是肯定打不过这2个阵营的。然后根据2489还有846的实力来看，明显2489更加优秀。而且比较起365，我个人比较好奇2489到底会不会解散了，因为在之前的解说我有讲过，韩国论坛有人传闻说2489这场 KVK 再输的话就会解散。爸爸也在3281申请了特殊移民。我听一些观众说，爸爸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，想要招募大量的中东玩家，就有点像之前的1412那样子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王国。当然这个也是我听回来而已啦。不管怎样，在去年还是发生了比较有趣的事情，2个大先锋都被锁门口。第一个是960，在上次跟1034的对决中，因为他们被3个王国打的关系，所以被封门口了。因为一直以来只有960封别人门口，第一次看到960被封门口。另外一个则是今天的主角365，他们也是被封门口，而且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部队全部死回家的样子。2个强大的王国都在去年被锁回去关卡内，这个画面还是很壮观的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